Wooting 60 Hoifact， 一把正在颠覆游戏界的键盘。市场上有利用光感触发的光轴键盘，而这把是利用特殊的磁铁轴触发霍尔感测器的键盘。另外，霍尔效应是什么？不要问我，我不知道。颠覆游戏界具体有多颠覆呢？我们直接看看 ProSettings.net。Wooting 的使用率在今年2月到5月间，从1%飙到接近5%。你要知道，键盘的种类之多，5%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再来，我们看到2023年举行的 Valorant 东京大师赛，6强的队伍里总共有9位玩家使用这把键盘。NRG 队员5位里就有4位 Wooting 使用者。撇开 FPS 不看 ，Wooting 还能做到这件事。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却完美的展示为什么会有人花6000多台币买一个塑胶壳的。拜托，塑胶6000块这键盘有这种类比键盘才能做到的 Rapid Trigger 功能。简单来说，有别于一般的键盘轴体，有启动点和重置点，需要放开直到重置点之后才能再次输入讯号。有了 Rapid Trigger 之后，整个轴都会变成启动点和重置点，做到真正的放开就放开，点下去就点下去。有些人说 Wooting 会增加你的点击速度，这是错的，大错特错。其实它做到的只是输入了其他键盘因为重置点而接收不到的讯号而已。在进入游戏体验感想之前，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键盘的声音吧。感想部分我会分为 Valorant 和 Osu 2个部分来讲。No CSGO， 因为我只玩卡通游戏。这个就算了吧。以 FPS 游戏的角度来看 ，Wooting 带来的优势就是操作的即时性，无论是急停还是改变移动方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Rapid Trigger 带来的微小差距。我这边准备了一个红轴的小键盘当做一般键盘，然后连续敲击向右移动。你会发现使用Wooting时的移动距离好像小了一点点。后面再拿大狙做一样的事情，你会发现一般的键盘会进入跑步状态，而 Wooting 因为急停速度的提升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狙一镜的准心会在放开移动的瞬间出现，而我身为一个每场都秒锁解体的乱源，这键盘给我上的 buff 我能很清楚的感受到。看看我前2次的金字塔就知道了。I mean what the fuck is this？ 我一辈子都不会想再看到这东西，但现在至少这个战绩画面看起来不一样了。这是我，一个披着4500名的外皮，实际上实力只有2万名的欧术玩家。虽然早就听说过这键盘的各种事迹，不过我还真的没想到会这么的夸张。我在好几个礼拜没玩的情况下，打出了这个，还有这个，而其中这个还只打了1次。再来就是背景正在播放的出来，我还能说什么？在1个月没打这张图的情况下，把准确率从94%硬拉到了97%。Wooting 解决了我打快图时有时候食指没有放开按键到重置点的情况。如果你有手指耐力上的问题，你只需要 Wooting 就好了。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选接刚刚那段的情况发生。毕竟用相同的点法，如果用一般的键盘是点不到的。最后做个结尾 ，Wooting 60H1 这把键盘所带来的感觉就和他们的标语一模一样 ，Take Control。你可能在平常使用键盘的时候感觉不到重置点和触发点带来的延迟，以为是自己在控制键盘。Wooting 告诉了我们，其实是我们的输入被键盘控制了。但是只要拥有了 Wooting， 你就能 take control， 做到输入的完全控制。至于这键盘值不值得买，我的答案是 yes。这把键盘无论是在游戏方面还是打字方面，都能带来全新的体验，也是目前市面上功能最全的键盘。真要说缺点，大概也只有因为不能任意换轴，所以声音不如自定义键盘而已了。真要说的话，就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要换键盘，我认为就只有自己组跟 Wooting 2个选项而已。2个选项都太贵下不了手的话，雷蛇在近期有更新驱动，让他们家的类比键盘也能做到 Rapid Trigger。虽然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不能像 Wooting 一样设置全键 0.1 毫米至4毫米的触发点，而且价格也没低到哪去。不过很明显，以现在这个方向继续走的话，类似的产品很快就会出现，所以就再蹲个几年慢慢等吧。最后的最后，又到了要说废话的时候了，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讲这些话，就把你们该做的事情打在画面上了。每次讲这些话，真的都要含泪说出来，真的很痛苦。
有些人明明就看我一样影片没什么曝光，大部分看影片的人都是订阅者，却要讲很多看自己影片的人都没有订阅。不管 YouTube 后台显示，看我的影片的人有100%都没有订阅，你们最好赶快订阅，不然我会用这把键盘原神启动。